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佛禅。在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中，越来越多的人察觉到经济形势的严峻，纷纷开启了消费降级模式，并深刻认识到存钱的重要性。毕竟，只有自身荷包充实，才能为基本生活提供坚实保障，这已然成为人们内心安全感的关键来源。然而，现阶段各大平台的利率持续走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单纯依靠常规的存钱手段已略显不足。此时，我们不妨转换思路，效仿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策略进行储蓄。相信大家都听过那个关于鹅与金蛋的故事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只潜在的会下金蛋的鹅，那便是我们现有的存款。按照当前银行的利率水平，如果仅仅将钱一成不变地存入银行，所收获的利息收益将会少得可怜。因此，建议大家拿出一部分存款，投资到以下6类更具价值的事物上，相信10年之后，您定会为今日的明智抉择而深感庆幸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，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其一，投资健康，健康是1，其他都是0。这句老生常谈的话语虽朴实无华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一旦失去健康的体魄，一切成就都将化为泡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年轻人仗着自己年轻气盛，常常熬夜，频繁点外卖，肆意吃夜宵，丝毫不顾身体的承受能力。而不少年长者则因不舍得丢弃隔夜食物而勉强食用，身体不适时也硬撑着不去医院就医。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当下社会屡见不鲜，长此以往，身体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。要知道，赚钱存钱固然重要，但绝不能因此而搭上自己的性命。倘若如此，即便积累了可观的财富，也无法尽情享受。故而，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变幻，我们都务必高度重视自身健康，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及时为自己的健康账户充值，增加营养丰富、健康有机食物的摄入，坚持日常运动锻炼，使自己始终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。对于1至30岁的人群而言，建议每年进行1次体检，条件允许的话，还可进行一些重要疾病的筛查。毕竟，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开启未来无限可能的基石。其二，投资大脑。股神巴菲特曾言，一个人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。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，连爷爷奶奶辈都在努力学习使用智能手机，我们若不紧跟时代步伐，极有可能被社会淘汰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持续学习是保持竞争力的核心秘诀。强烈建议大家从存款中划拨一部分资金用于自我提升，比如购买各类在线课程，订阅专业领域的期刊杂志，积极参加行业研讨会和线下交流活动，潜心阅读经典著作，甚至重返校园继续深造等。这些都是拓宽视野、提升个人能力的有效途径。正如彼得·德鲁克所说，不学习的人将在21世纪无法生存。所以，即便大环境不尽如人意，我们在投资自身成长方面也绝不能吝啬。正所谓多学一项技能，生活就多开一道出口，多长一点本领，人生就有更多的选择权。归根结底，唯有投资自己，才能真正获取更多的财富。其三，投资孩子教育。这里所说的投资教育，并非是盲目的花钱给孩子报大量的培训班，购买堆积如山的练习题，而是在用心陪伴孩子成长的基础上，
竭尽全力带他们领略不同的风景，体验多样的生活，与形形色色的人交流互动，助力他们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探寻到内心真正的热爱与兴趣所在。当孩子提出需求时，可以为其报名合适的兴趣班，主动陪同他们参加夏令营或户外游学活动，同时也要支持孩子自主阅读和旅行。这些行为都如同为孩子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，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答案，挖掘自身的天赋与热爱。这远比单纯追求成为学霸更为重要。其次，投资亲情。在忙碌的生活和沉重的压力之下，千万不要忽视了对珍贵亲情关系的维护，务必为亲情留存一片专属空间，可以动用部分存款安排1年1度的家庭旅行，或者定期举办家庭聚会，以此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情感交流，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每一段美好时光。无论是餐桌上的温馨笑语，还是共同解决小问题时的默契协作，都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亲情才是最坚实可靠的后盾。正如马克·吐温所言，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，而同时也蕴藏甜蜜挚爱的地方。投资亲情，就是在为我们的生活筑牢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。其五，提升眼界认知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旅行和阅读堪称拓宽眼界的2大利器。运用存款规划几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或者购置那些能够启迪思想的书籍，都是对自我认知边界的有效拓展。旅行作为拓宽眼界的绝佳方式之一，建议大家每年至少前往一个未曾涉足的地方。无论是戈壁徒步的艰难挑战，还是马拉松赛道上的自我超越，每一次的探索都是对自我极限的突破，以及对世界多样性的深入理解，能让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增长见识，感受全球化视野的独特魅力。这些经历将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绚丽多彩，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境遇。经济下行并不意味着要停止探索的脚步，相反，这恰恰是一个进行反思和规划的良好时机。利用这段时间，通过阅读、旅行或参与文化交流活动，去结识不同的文化、人群和思想，您将会惊喜地发现，世界原来如此丰富多彩，人生充满着无限可能。其六，投资保险。在现实生活中，风险可谓无处不在，而保险则能为我们保驾护航。在经济形势不稳定的时期，一份全面完善的保险计划显得尤为关键。经济下行阶段，风险似乎更如影随形，为自己和家人购置合适的保险，如健康保险、人寿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等，是抵御风险的有力武器。它能够确保在意外突发时，普通家庭也能拥有足够的经济支撑，避免因病致贫、因祸返贫的悲剧发生。或许很多人对保险存在偏见，但请务必明白，保险是对未来的一份郑重承诺，也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正如《穷查理宝典》中所提及的，保险是智慧人的选择，它让我们在风雨中也能稳步前行。在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，为家庭投资一份合适的保险，实在是非常必要的。有人说，中年人返贫的原因，除了高杠杆买房、中年失业、盲目创业、过度投入孩子教育这4件套路之外，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，就是生病。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，一旦有亲人生重病，
如果没有保险作为兜底保障，即便努力工作，也依然难以逃脱存款被掏空的命运。生病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变故，在这方面的投入绝对不能节省。在经济下行的浪潮中，存钱固然至关重要，但倘若条件允许，建议您从存款中拿出一部分，投资于上述6类事物。或许在初始阶段，您并不会察觉到明显的变化，但复利的神奇力量将会在10年后得以彰显。那时的您一定会感激自己当初所做出的这一智慧且正确的抉择。且不说当下大环境经济下行，钱不好挣，单就说年纪大了，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挣钱的能力越来越小，不省着点，以后的日子可能就会不好过。钱很重要，常听见人说的一句话就是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作为一个50岁的人，尤其深有体会，不确实的时代里，自身的稳定大于一切。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，钱是一个人最大的体面。有钱就能够让你得到很好的照顾，有钱能够让晚辈对你好好说话，有钱能够避免辗转于白眼和不耐烦的轮流照顾中，有钱就能够家庭和睦，父慈子孝，有钱能够活得踏实安定，有退休金有存款的老人活得就会比什么都没有的人更幸福。所以50岁开始醒悟，现在开始努力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以后的人，女人要58岁才退休，男也要63岁才退休，50岁再干10年，为自己攒点养老的钱，还是明智之举。越来越多的现实例子告诉后来者，手里没有钱，老了生活会很难过。虽然说每个人也不是想攒多少钱就能攒到的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强。我没有退休金，以前也从来没有为以后的老年生活考虑过，也从来没有为自己攒过1毛钱。这段时间忽然就觉得也确实应该为以后的生活考虑考虑了。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不会有人为你考虑。别等到老了不能动了，指望着伸手问儿女要钱才能活着了，才是真的悲哀和无奈。老年人要想活得有体面，先是保证身体健康，不要等人照顾，然后是手里还是要有一点点钱，可以少吃点少花点，但不能一点没有。努力挣钱，活到50岁也一直没有闲着的在折腾，却从来没有为自己攒过钱。我不喜欢偷偷摸摸的攒私房钱，我们家里的钱，不论是我的还是老公的，都是非常透明的。我发了多少钱他知道，他发了多少钱我也知道，两个人过日子，所以挣的钱全部用于生活开支了。再说以前的时候，总觉得老还是很远的事情，总觉得还能挣钱，所以也并不为钱而着急，有钱就花了，没钱还会再去挣。当去年的工作突然出现变动的时候，我才真正心慌了。因为不上班，我想做点小生意，都没有本钱，不上班吃饭怎么办？但是50岁了，再出去重新找工作，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，能找到什么工作呢？所以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我最焦虑的时候，没有存款，在家里不做事，就会为吃饭发愁。虽说老公也在上班，但是一家人开销也实在大，光靠他一个人的工资，生活会很紧张，甚至会影响生活质量。但是我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能够工作家庭都能兼顾得到，怎么办？最后决定在家里全职做自媒体。虽然说自媒体的风口已经过去了，但也是我这个50岁的人的一个最好的出路。虽然不上班，但一点都不比上班时清闲，从来不舍得浪费1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也很少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，电影都很少看，
想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时间又过得这么快，哪里有时间浪费？每天早上5:30时起床，晚上13时睡觉，中午休息1个小时，其他时间不是做家务，就是在写字，或者是做读书笔记。非常庆幸的是，我也终于能够挣到吃饭的钱了。渐渐的，吃饭之后还能够有剩余了。2. 极简生活，省钱。不上班之后，我开始过极简生活，想省钱，怕挣的钱不够吃饭。虽然老公并没有给我压力，有时候还怕我着急，也会主动转账给我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手里有钱，我才能踏实在家里坐着，不用去找工作。可以说，我最开始想省钱，就是为了能够不用出去上班。如果我能够不用为生活费发愁，我就可以不用出去找工作。如果连一家人吃饭都糊不住口，我也不好意思每天在家里坐着不出去找事。所以我一边努力挣钱，一边极简生活省钱。在我的消费观里，能不花钱就绝不花钱，能少花钱就绝不多花钱。衣服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必需品，因为每天都只是在家里待着，最多是出去买个菜，以前的衣了都还能穿。我并没有因为极简生活把大部分的衣服都断舍离掉。我的极简生活理念不是断舍离，而是物尽其用。今年夏天的开始的时候，没有像往年一样给家人每人买一双在家里穿的凉拖鞋，而是穿去年的。前几天我每天穿的拖鞋破了丢掉也就不会觉得可惜，又从鞋柜子里找了一双旧拖鞋继续穿。现在觉得能够不花钱还能活得好好的，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。现在没有每天买菜，会一次在超市买几天的菜，就可以1星期不用买菜。我发现用这种方法比每天都买菜要省1/3的钱。3. 认真攒钱，越来越喜欢理财方面的书。这2天买了2本关于理财的书。你不理财，才不理你，所以才是理出来的。现在回想起以前，就是从来不懂理财，也从来没有想过理财，所以50岁了，也不停折腾了几十年，但也没攒到钱，后悔醒悟的晚了。如果早醒悟10年，我至少能够攒到30万块钱了。以前的生活也是太大方，也太随意了，几百元都不当回事。为了面子，没钱也要装大方，是常有的事。现在再也不会那么傻了，凡是为面子花钱的事，我10有8九不在意。别人怎么看无所谓，自己觉得值，自己觉得需要才会花钱。对于存钱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了。昨天看到一个12存钱法，茅塞顿开。从这个月开始，我也要每月存一笔定期存折。我决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，不管多少，先每个月养成定存的习惯，先坚持1年，到明年的这个时候，就每个月都会有利息，再把每个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本金和利息一起存进去。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，小钱也能变成大钱，想想都觉得开心。如果不能挣大钱，就从现在开始存下每一笔小钱，手里有钱，心里不慌。有钱，老了活着才有底气和体面。年纪大了，老人家的收入通常就那么点儿，主要靠退休金和积蓄过日子。这时候赚钱的本事肯定不如以前了，所以他们得更小心地打理自己的钱。花钱的时候，老人家得避开那些不实在的开销，特别是那些为了给别人看或者满足社会期望而花的钱，比如买那些贵得离谱的奢侈品，或者参加那些烧钱的社交活动，这些都可能给他们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状况添堵。老人家应该把钱花在能提高生活品质、真正对自己好的地方，比如健康和家庭幸福。聪明的花钱，老人家就能确保晚年生活更安稳、
更舒服，不用为钱的事操心。以上是尽量劝大家多存养老钱，存不到10万8万，存个4、5万也可以。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一起来评论区聊一下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能为您带来启发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分享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别忘了订阅佛禅，获取更多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